大家好，这是哥伦布之前在大加那利岛住过的地方，现在变成了博物馆。位于大加那利岛的省府拉斯帕尔马斯的老城区，这座建筑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加那利岛建筑风格，融合了西班牙传统与当地的特色。下面老公边看边介绍分享给大家。这是哥伦布博物馆，他第一次航行呢是1492年，从西班牙南方的一个港口出发，就到这儿，这个岛，就到这个岛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港口，然后他就上岸了，上岸了以后他就在这儿补给，住在这儿，这是他住过的这个地方，这不算起点，这是第一站，然后已经是属于西班牙的领地了，就是所以他先到这个站呢，先上来休息一下，补给。这是西班牙的领地，他到这儿来休息一下，然后就给他建了一个博物馆。对，因为他这个是历史上面的这个第一次航行，那这应该是重复了他当时的这个船只的内部的情况，就像这个大的桅杆，这肯定上面是一个帆船，帆船里面这个内部结构，后面是一个舵，这个显然是桅杆舵，就是他船上的情景。对，你比如说他这个骆驼仪，然后测量时间的，那么这是哥伦布的画像。对，刚开始开发航海呢是葡萄牙和西班牙，那哥伦布呢是出生在这个葡萄牙，所以葡萄牙呢也纪念他，因为他是这个葡萄牙的这个出来的人，他呢也想去探索这个北美，就是大西洋往西走，哥伦布呢也向这个葡萄牙的国王要求经费，去探索这个新的这个到亚洲的这个方向。虽然葡萄牙这个国王没同意，不愿意出钱，所以呢，他就去找了这个西班牙的国王，西班牙国王就同意了，所以他资助了，所以呢，最后成功也算西班牙的这个成绩，因为是他资助的。西班牙所在，葡萄牙在这儿。那么就是葡萄牙，这个是西班牙，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群岛在这儿，所以呢，他从西班牙这个出发，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大加利纳群岛，加利纳群岛，那么他上的是大加利纳岛，那么在这儿停留，就是因为停留了以后，它等于是有个补给站。所以他第一次呢，他是想向西走，他认为地球是圆的，那么最后总归能回到西班牙。那么这个想象呢，它是一个就是向西走的这么一个过程。这就是圆的这个岛。当时的船就是三帆船，就是这应该是哥伦布的这船三帆船。那么三帆船呢，这个是七个岛，这个群岛里面有7个岛。然后7个岛去了另外一个岛然后他就向西一直走，向西一直走着就撞上了这个中美洲的这个小岛，然后继续又撞上另外一个岛，那么这个 Conception 然后他呢向南，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岛屿，但是这些都是岛屿。所以你看1492的时候，它都是岛屿，然后到这儿以后才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，加安纳，这个相当于稍微大一点的。当然这还都不是大陆，这些呢都是中美洲的一些小国，都是些小国家。这是他第一次探索。那发现这儿以后呢，他就决定返程了，就是他以为这就是新大陆了，就是第一次探索就是这样结束了。93年的时候，这个就回来了，就又回到1493年就又回到了这个里斯本，然后那个里斯本这儿，然后最后还找到了他这个出发的这个港口。那么原先呢，这个帝国呢，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2个大帝国。那么这2个帝国呢比较发达，那么他们呢主要是通过这个陆路了，或者这个地中海呢。运输这个香料，运输这个丝绸，运输中国的这个瓷器，从这个亚洲运过来。但是呢，土耳其帝国呢，就是
这个土耳其这个奥匈帝国的话呢，成立了以后，就是这个它大概在这个区域，那么它就霸占了这个海洋上面这个通路，那么这个陆地它也给占了，所以他们呢，这个就是这个贸易不就是没地方去了嘛，就是没办法去进行交易，所以这个他们就想探索新的方向。那么一个新的方向呢，就是沿着这个叫什么非洲大陆走，沿岸嘛，因为他知道这都是沿岸，反正你船是进不来的，所以他第一次的话尝试呢，都是从这个非洲这个绕到这边就印度洋了，所以从这儿还可以去印度，然后去中国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不是也很远吗？就是他通过海上是到了这个印度和中国和东南亚这一带，那么把香料又运回来。但是呢，因为那个年代的话，1490几年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公认呢，地球应该是个圆的了，所以哥伦布就设想呢，应该呢，它向西一直开，那么它是圆的话，最后会回到这儿，或者它可以向西的话，还可以去印度，这样呢就避开了这个土耳其帝国所霸占的地方，这样呢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交易的这个通路就通了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它所导致的，就是说它从西班牙想向西走，就是我先向西，这就是说他第一次呢，就是去了这个中美洲的一些岛国，他第一次发现，然后发现完了他就回来了，就说明呢他没到临印度，没找到印度，所以就回来了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后面就是变成了这个新大陆，也就是说，那你不是说这个他佛罗里达已经发现北美了，他又没有发现啊？发现了，他后面又来了，他就发现了这个。那你说那后来就这次这一趟他只是到了这个中美洲的一些岛国，这个包括这个古巴，这个就是古巴。对。那么他到了这儿，所以这个博物馆只是想了他到这儿，然后又回去了，只是在这儿想着这一次，后头再到的是后头的问题，对吧？后面是哥伦布的另外一次这个航行，就是1502年到1504年。这个期间呢，他又探索过一次，也是同样从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港口，然后呢，沿着海岸线走，然后又到了这个加利纳群岛。加利纳群岛作为基地，因为它是西班牙的这个领地了，那个时候，所以它继续向西呢，当然它最后还是可以到这个古巴，就是它这次路线呢是往里面走，第一次是到这儿。第二次呢，他就往里面伸到这以后，反正走不通啊，因为他走不通，因为巴拿马运河当时不是没有吗？巴拿马在这个位置，那么那时候没运河，他也过不来，所以他只有这个叫什么，最后绕来绕去，最后还得从这儿返回去，又回去了。就是说，这个哥伦布，这很多地方有纪念哥伦布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巴拿马呀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都是哥伦布发现的，所以因为他这过不来，他要过去了，那么这个就去了这个印度洋了，就可以到太平洋，因为这边是太平洋，所以他过不去。你看，你说了半天，就是说，他不管到哪里，到中美洲也罢，到北美洲也罢，然后都是在这儿补给。开船走这儿，并不是第一次才走这儿补给，他不管多少次都是走这儿。反正第一次他就是在这儿做了补给，第二次也在这儿，第三次也在这儿补给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。这张图呢就更详细，就是整个一个这个大西洋的这个地图。那它西班牙呢是从这个港口 Palos 港口。那么向南呢，这就是加利纳群岛这个7个岛。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岛就在这儿，因为他在这儿这个上岸来休息。那么这个房子呢，原来是一个这个旅馆，他在这儿住过。那么住过以后，后面呢，这个西班牙呢就把这个旅馆给改成了博物馆，来纪念他第一次发现新大陆。那他到这儿以后，他就一直向西，他认为呢是一直可以回到印度的。呱唧一下，他就是走到这儿以后，发现小岛，最后这是古巴，过不去了，他就向南以后呢，这个又过不去，所以他就决定返程了，因为他这个也花了将近1年时间。当然
返程了以后，先去了里斯本。那么这个里斯本当然是葡萄牙的这个地方。当然这些航线他都很熟悉了，因为他这个航海家这个哥伦布本来就是葡萄牙人。就是海洋呢有洋流，就是大洋这个循环的这个，它是呢从加拿大这儿往北方走，然后到了这个葡萄牙、西班牙这个海岸，然后这个叫什么非洲这个海岸，然后它就海洋就是这么旋转，大西洋就这样旋转。所以呢，这个旋转过程当中，因为它这儿水冷，所以到了这个北边北冰洋的这个，那么它再回来的话，它会带了很多的这个海水，很冷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这个葡萄牙和加列纳群岛这些它不热的原因，就因为就跟温哥华是类似的原因，但是这是这个大西洋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海水很冷，所以夏天呢不热，那么冬天呢就又不冷，所以这也就是它这个特点。那么这个特点呢，实际上呢，跟现在呢有一种水草。那么水草的话呢，海洋里面现在水草特别多，也是因为这个洋流的原因，最后它就带到了这个墨西哥湾，就洋流啊带到了这个佛罗里达这儿，然后带到了墨西哥湾。那么这些地方呢，海岸上面就是很多的这个水草，就是海洋里面产生水草。因为呢，海洋里面现在这个叫什么化肥越来越多，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用化肥，然后海水里面这个化肥越来越多，水草越来越多，所以它也是飘过来的，然后最后都飘到佛罗里达。我们现在弄了一个项目，就想利用这个水草，这个解决水草的问题。这是帆船的模型，桅杆好高啊！看起来按照模型要是1:1的话，这个帆船那个高度，桅杆的高度是船几乎跟船一样，比船好像还长。这应该是哥伦布的小雕像。那么有趣的是，从外面这个第一进院子进到了第二个院子。第二个院子里面就有水井，看看水井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还有怕人掉下去，所以还有保护的。庭院里面状况和西班牙的这个传统的差不多，有柱子。然后形成了一个2，这可能是3进院啊。刚才第1进、第2进、第3进了。这个的柱子结构就不太一样，它这个典型的直柱，然后上面有横梁，3根木头叠在了一起，形成了它这个长梁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它是3层木头加在一起作为梁。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家具吧，腿都是螺旋的，这应该用来航海用的丈量的吧。这是哥伦布博物馆的这个正门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